2024最新惊悚大片《游乐设施恐怖来袭》，如果要去游乐场玩，千万要小心。几个小青年坐上过山车，丝毫没有注意前方有个黑影拎着斧头站在轨道面前，他们开心的以为这是趟惊险刺激的旅程，殊不知是有去无回的送命之旅。这个点刷到的幸福朋友，反正你也睡不着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，体验沉浸式恐怖、颤抖式呼吸，准备好游乐设施奉上。故事发生在平安夜，可这么大的游乐场，就一个叫娜娜的小姑娘值班，估计怎么也有点不好平安。偏偏这时对面走开曾经的同伴，四眼相对，冷眼一番，就知道故事并不简单。原来他们曾经相依相伴，却因为矛盾分头走散。今天游乐场再见，对方还是5个 VIP 客户。娜娜心中并不想服务，几人呆站在原地好一会儿，十分尴尬。队伍中的小美走出一步，主动拥抱她，寒暄几句，然后出示 VIP 邀请门票，气氛缓和。虽然心有不爽，娜娜并没有表现，而是欢迎他们来最好玩的游乐园，但按照规矩要收起手机。这样的环境还把手机交给你，大家当然不愿意，吵成一团。直到队伍中有个叫伟哥的男孩出现，率先表态交出手机，才顺利进入园区。原来伟哥和娜娜曾是情侣，也因为好友分道扬镳，间接分手。这次见面，两人眼神交错，似乎别有想法。进入园区后，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，火龙和牛超豪华大餐，游乐设施全通票免排。这么高兴的氛围，伟哥却一直没有参与，而是找到娜娜。两人似乎在商量着什么。在接下来的项目中，碰碰车突然停电，同伴们相视一看，都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娜娜。难道是因为有仇就搞小动作？但对方也感到很委屈，明明就什么也没做。他提议先去鬼屋转转，毕竟那儿有没有电都一个效果。5个朋友一想也行，就跟着娜娜走了进去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却出现个诡异的身影。节日中这里少了 NPC， 一路走下来反而出奇的诡异。当走出路口后，几人看到了过山车，顺理成章就成了下一个项目。殊不知危机正悄然而至，他们高兴地坐上过山车，邀请娜娜一同玩耍。可就在过山车下，一个面具男手提斧头，似乎在等待猎物降临。尖叫中，一股温热飞到脸上，伙伴们这才意识到有人遭到重击，差点没命。当过山车停下，每个人都呆住了，脸上的兴奋变成恐惧。伟哥提议报警，可找了一圈才发现集中放在手机的袋子不翼而飞。紧接着灯光熄灭，伙伴们四目相对，心中都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不约而同往出口的方向跑去。娜娜走出门，不断尝试用手机报警，一个没注意就和队伍走散。身后一个黑影接近，用木锤重击，大喊80，直接把他的手机砸进了水里。同伴们看到都是啊的一声，转头就跑。但幸运的是，面具人对娜娜并没有想法，带着大锤就去找剩下的4人。半路上，伟哥突然停下，也许是旧情复燃上了头，也许是良心上谴责不安，转过身就去寻找娜娜。再次相见让娜娜十分感动，带路来到南门，试图出去，门禁卡却离奇失效。再看看门上，也做了防止翻越的铁丝网。很明显，这人是早有预谋。失声尖叫吸引到巡逻警察的注意，可没想到对方只是用手电筒微微一照，没看到那里有人，就高高兴兴地跑去吃宵夜，完全不管身后的尖叫声。两人无奈只好另寻出路。而另一边，几个朋友不知道找到哪个大门，抬头一看，也是被死死地封住。逃吗？还是继续找？这我是真没看懂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怕一个面具男？队伍中有人出主意，让小美先爬出去寻找救援，可该死的铁丝网将她牢牢缠住，动弹不得，皮肉撕扯，钻心的疼痛传来。朋友却不敢有半点停留，因为面具男正提着斧头步步走来，一边是女友，一边是斧头，这大概是小帅做的最难的选择。奈何女友闺蜜早有想法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真是防火防贼防闺蜜。就这样，小美饮恨西北。而另一边，两人爬到摩天轮上，娜娜一顿乱按，终于让摩天轮亮起灯光，一闪一闪的效果就像 SOS。 不远处的女警看到，似乎有了转机。等待救援的同时，2个伙伴也赶来汇合，可他们走到哪儿，面具人似乎就追到哪儿。眼看四处没地方逃，几人干脆躲进摩天轮。虽然一时半会儿没有生命危机，但看向地面，警察好巧不巧来询问情况，却被冒充的工作人员随意就打发走。他们
不甘心的大喊大叫，却无法改变结局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救命稻草离开。刚落地，几人就趁着面具人不注意，拼命地寻找防身武器，然后由娜娜带路来到保安室，本想从这里寻找生机，却看到电话线都被切断，该怎么办？难道是遭报应了？躲在保安室内，几人想到去年的意外，有个女孩叫光子，曾是他们最好的同伴，却因为一次意外死亡。娜娜一直认为都怪他们强制光子嗑药导致死亡，几人争执个不停，低下头，意外发现保安就在身旁，不过被人五花大绑，满脸无辜。这样的环境下，谁也不敢相信是不是装的，干脆让他待在原地继续寻找出路。而这时，娜娜猛然想起这里还有个地下通道，游乐园中有个水泵，只要打开把水排干，就能顺着通道逃出公园。几人说干就干，出去寻找通道入口。娜娜负责寻找开关，可就在摸索的过程中，看到这样一张照片。他只是看到一张照片就吓得浑身发抖，因为这男人正提着斧头出现在身后。为了给女儿报仇，他伪装成保安潜入几人身旁，本想报仇，却被对方发现，拼命逃跑。与此同时，两人终于找到开关，高兴地返回站台，准备带上他们一起走。但可惜的是，还没来得及报喜，小帅已经被残忍杀害。该怎么办？伟哥决定让他们先走，自己独自去打开按钮，干脆大力出奇迹，一次全都按上。果然，蹦机开始运转，几人往地下通道逃去。面具人再次杀出，将伟哥半路截杀。两个女孩看到，早就吓破了胆，头也不敢回的拼命往前跑。在被拽走的最后一秒，女孩把钥匙交给娜娜。成功逃跑后，娜娜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，然后转过身又回到了游乐园。这时，女孩已经被绑在过山车轨道上，苦苦哀嚎，脸上是止不住的恐惧。她不想看到同伴白白死去，勇敢地走上前，祈求光头大哥收手。你女儿当年的死真的和我们没有关系。但光头哥半句话也听不进去，直接按动按钮，让过山车开始旋转。被这么扎一下，没有半点事儿，光头哥有点蒙圈。原来这只是娜娜在游乐园中的道具。抓住机会，娜娜成功将光头哥反杀，然后来到过山车轨道旁，在最后一秒成功解开了绳子。两人吓个半死，顺着维修通道一步步往下走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此时的光头哥苏醒过来，已经彻底疯狂，和两人打成一团。危急时刻，娜娜抓住机会，一脚把他踢下轨道，从高空落下，当场摔死。而这时，警方也终于赶到。好消息，他们终于安全了。但坏消息，光头的耳朵里还有个接听器，说明另外的同伙还没有出现，阴影将持续笼罩在他们身旁。而那个看不见的凶手究竟是谁呢？故事还在继续。